今天我们要一起从温达尔那里学习如何持续保持内在的动力。这是温达尔的其中一场演讲。如果你听到哪一句话特别有共鸣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出来，也许你的一句话正好能启发别人。我整理了10个他提出的重要原则，也许你会想把它们记下来。不妨准备一张纸、一支笔，这些不是社会标准的那一套，你可以思考看看，它们是否也适合你。我们从第一个原则开始，它来自10世纪的一位智者 Tilapa， 他说过一句深具启发性的话：让你的心对万事万物保持开放，对任何事都不执着。这句话是我生活的核心信念之一。我们其实没有人知道的够多，能对任何事情保持悲观。当我们把心门关起来，不愿意再相信任何可能性，就等于封闭了自己内在的潜能，那份每个人都拥有的天赋也就被压抑了。一颗开放的心，不是要否定你过去学到的所有东西，而是愿意敞开自己，相信也许还有其他可能性。这样的心态能让你脱离这个时代很常见的一种倾向，总是习惯找理由生气、受伤、被冒犯。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有可以被冒犯的理由，某人的穿着、口音、语言、新闻报道、不同的生活方式或文化习俗等等。你只要明天开始留意，就会发现一整天下来，可能会遇到上百个让你不开心的点。但一颗对万事万物开放、不执着的心会说，我不需要找理由被冒犯。别人说的话，我的反应可以是，这个观点蛮有趣的，我从没这样想过。真正的进步来自于开放的心。只要我们保持僵化、抗拒一切新事物的态度，进步就永远不可能发生。Tilapa 提到的另一个核心是不执着。所谓执着是一种误解，我们以为没有某个人、某样东西，我就无法过得好。但一颗不执着的心，懂得真正的自由来自内在，而不是外界。我引用过 Anthony Mello 的观点，他说你可以用2个简单的标准来检视你与爱人或伴侣的关系。第一，我不是非你不可，我只是错误地以为没有你我就不能快乐。第二，我允许你成为你自己，你可以拥有自己的想法、喜好和行为方式。这的确不容易，因为我们常会无意间期待别人要照我的方式活，才会让我觉得安心或快乐。但这样的期待就是一种执着。不执着不是叫你成为一个受害者，也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深深的自信。你知道快乐和满足其实是自己可以创造的，而不是靠别人给予。这就是第一个原则，让你的心对万事万物保持开放，对任何事都不执着。是一种力量，一种选择。第二个原则看起来简单，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。你无法给出你自己没有的东西。这句话乍听之下平淡，但当你真正理解它的时候，会发现它几乎可以改变你看待人际关系、生活，甚至整个世界的方式。如果你心中没有爱，那你就给不出爱。如果你心里装满了批判、恐惧或怒气，这些就是你会传递给他人的能量。就像我想送你一箱橘子，我得先手上有一箱橘子才行啊，不然也只是空谈而已。这个道理适用于所有事情。我一直深信，宇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运作法则，我称之为吸引力法则。它的运作方式很简单，你给出什么，就会吸引什么。如果你对宇宙发出我不值得拥有美好的讯号，宇宙就会把这个讯号放大，再反射回你的人生。很多人会来问我，为什么他们总是遇到同一种人、同样的困境？为什么总是吸引到让自己失望的人事物？为什么一直在匮乏、卡住、无法前进？我会问他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是你不断在向宇宙发出我只能拥有这些的讯息？你要知道，富足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。很多人把自己困在匮乏的信念里，他们觉得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，别人拿了，自己就少了。但其实，宇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。当你相信我值得拥有，我可以丰盛，你就会开始创造出这样的实相。而更深层的是，如果你总是对宇宙说，给我，给我，宇宙也会对你说，给我，给我。你会觉得总是被索取，永远不够，因为这正是你播出去的能量。但如果你愿意转个方向，问宇宙，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？那么宇宙会温柔地回应你，那我又能为你做些什么呢？这样的转变看似小，却会带来生命的奇迹。
我亲身体会过，当我不再只是思考我能从这个人、这件事中得到什么，而是真心问我能为你做什么，我能怎么服务，生命中丰盛的礼物开始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涌现。不是因为我想要什么才给，而是因为我给了，所以收获了更多。所以问问自己，你内在真正拥有什么？你有多爱自己？你有多少宽容、善意、平静与喜悦？你每天愿意给出多少？你会发现，当你越多的给出这些，宇宙就会用更多相似的回报来拥抱你。这不是魔法，而是你内在能量的自然回响。第3个原则，没有任何怨恨是正当的。虽然对很多人来说，这句话很难接受，但我深信它蕴藏着疗愈与自由的力量。曾经，我在一群戒酒戒毒的人当中带领小组，我们的聚会空间里墙上写着一句话：这里没有正当的怨恨。我对他们说，不管别人对你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不论你遇到了多少怒气、暴力、冷漠或伤害，都没有正当理由可以让怨恨在你心中存在，因为这些怨恨最终不会伤到任何人，只有你自己。有时我们会把这些情绪合理化，他真的对不起我，他伤我太深，那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。但这些怨恨不会改变过去，也不会惩罚到谁，他们只会让你被困在旧有的创伤中。你可以像在一个益智节目中一样，面对这个挑战题，请列出你愿意放下的怨恨。如果你能过关，你就进入下一个层次，而那一层是一个强大、自由的自己。这一关的密码叫做不再责怪。这并不是要你否认你受过伤，也不是要你接受不公不义，而是要你真正收回自己的力量，承认我现在的状况是我选择的，或是我容许发生的。这份承认让你可以采取行动，让你从等待别人改变的无力，回到我可以改变什么的主动。这就像在瑜伽经中说的那句话：当一个人坚定地不再怀有伤害他人的意图时，所有生物在他面前都不会感到恐惧。当我们不再责怪，不再怨恨，我们身上的频率就会转变，身边的人和动物都会感受到。我记得一个小女孩，她非常爱动物，连一只蚂蚁都不愿踩死。当我们走进森林，蝴蝶总会绕开我们，却会飞到她手上停留，仿佛知道她心里没有任何伤害的念头。这就是那种能量，那种来自无怨无害的纯净心念。这让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叫做泰迪的故事。在一所小学里，有位老师叫汤普森太太。开学第一天，她像往常一样对全班说：我平等地爱你们每一个人。但她自己也知道，那并不完全是真的，因为有个叫泰迪的小男孩坐在前排，衣衫不整，不合群，身上有种总没洗干净的气味，他很难对他产生亲近感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开始阅读学生的个人资料卡。当他读到泰迪的资料时，他的心被震撼了。1年级老师写道，泰迪是个聪明可爱的孩子。2年级老师写，他的母亲病重，家中困难，但他仍努力维持表现。3年级，母亲去世后，泰迪变得孤僻，功课开始退步。4年级，父亲冷漠，泰迪在学校常常睡觉，几乎没有朋友。那一刻，汤普森太太的心碎了。圣诞节时，孩子们送他礼物，包装得漂漂亮亮，而泰迪的礼物是个用棕色杂货袋包的旧盒子，里面是一条掉了几颗宝石的手链和一瓶只剩下1/4的旧香水。孩子们笑了出来，但汤普森太太立刻制止他们，戴上手链，喷了香水，微笑地说：谢谢你，泰迪，我很喜欢。放学时，泰迪悄悄走到他面前说：今天你闻起来像我妈妈以前一样。那一天以后，他不再只是教书，而是开始真正去爱，去理解，去引导孩子们。他给了泰迪所有的关怀与鼓励，结果泰迪开始进步，1年比1年更优秀。多年后，他成了医生，还邀请汤普森太太参加他的婚礼，请他坐在新郎母亲的位置。在婚礼那天，他仍然戴着那条旧手链，擦上那瓶旧香水。泰迪拥抱他，对他耳语：谢谢你让我知道我很重要。汤普森太太眼眶泛泪的回应：不是你让我知道我可以有所作为。这就是没有正当怨恨的力量。当你选择爱而不是怨，你就像泰迪和汤普森太太一样，不只改变了自己，也改变了别人的命运。这是一种深深的疗愈与回归。
最伟大的灵性导师们从来不教你如何愤怒，他们唯一教你的就是如何爱。放下怨恨，回到爱的频率，那才是你真正的本质。第4个原则，别让你的音乐沉没在静默之中。作家梭罗曾说，如果一个人听见了与众不同的鼓声，那就让他随着自己听到的节奏前行吧。每一个灵魂来到这个世界时，心中都带着一首歌，那是一种只有你能听见的旋律，一种独属于你的频率与召唤。它可能是一本你一直想写的书，一幅藏在梦里的画，一段想踏上的旅程，一个渴望却始终没说出口的爱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来完成某种英雄般的旅程，这不是夸张或浪漫，而是对宇宙智慧的信任。没有一个灵魂是偶然的，每一个存在都与某种更高的智慧相连。然而，太多人从未让那首歌真正奏响，因为恐惧、怀疑、别人的评价、现实的压力，我们让那旋律越来越小声，直到几乎听不见。也许你梦想着在某个遥远角落养马，开一家海边的书店，学习古老的疗愈之术，环游世界，或只是勇敢地走进一段真正触动心灵的关系。但你迟迟未踏出那一步，因为你在问：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？如果别人笑我怎么办？如果我不够好呢？可怕的不是失败，而是你从未尝试。今天的你是否仍能听见那首音乐？我现在正写下这段文字，说出这些话，是因为我正活在我的音乐之中。它并不宏伟，也不完美，但它是属于我的旋律，它让我感到深刻的满足与真实。当我与你分享时，我知道我没有浪费我的时间，我的生命正朝着它真正的方向前进。这就是内在平静的秘密。所以，亲爱的你，别等到生命终结时，才惊觉那首乐章还未开始。无论你的梦想多奇怪，你的节奏多缓慢，你的路途多孤单，都请你相信，如果那音乐在你心中响起，那就意味着它值得被听见，值得被活出。这就是第4个原则，勇敢活出你心中的音乐。这也是所有伟大灵性导师的共同讯息。他们不会要你模仿任何人，他们只想唤醒你，让你成为你自己，让你的旋律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。因为唯有如此，你才真正参与了宇宙的创造之舞。第5个原则，拥抱沉默，回归一体的源头。在我人生最混乱的时刻，无论是家庭或内在的困惑，我常常向我挚爱的朋友迪帕克·乔普拉医生与他太太丽塔寻求指引。他们总是简单却坚定地回答我：冥想。我说：我知道冥想很好，但我该怎么做？我需要具体的方法。他们总是回应：回到内心，深入沉默中，你会找到答案。多年来，我从这句话中学到的，远比任何技巧更重要。我学会了，宇宙中只有一种力量，那股流经一切的能量，不论你称它为上帝、意识、灵魂、源头或爱，它都是不可分割的。生活教会我们不断划分，我们将世界划分为黑与白，好与坏，对与错，赢与输，你与我，神圣与世俗。我们的语言、文化与教育都建立在2元的基础上。我曾在纽约的圣约翰大学任教，有次我对学生说：如果你能带给我一块只有北极的磁铁，我会直接给你满分，永远不用再上课。这不是挑战，而是示意，即使把磁铁切得再小，它依然有南北极。这就是物质世界的本质，它无法被绝对切割。而沉默，就是你唯一能进入非2元状态的通道。不是说的沉默，而是真正存在于静默之中的无语之境。沉默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回归，是你从我思中抽离，进入我在的状态。许多在生命边缘徘徊过的人都曾告诉我，当他们远离尘嚣，走进森林，走向海边，坐在大地之上，他们听见了什么？不是耳朵听见，而是灵魂感受到，我和一切并非分离。这不是哲学，而是体验。你越安静，越能听见内在的源头在说话；你越少语言，越能与宇宙共鸣。沉默是日常生活中最接近神性的体验，它是一道门，通往你真正的本质。当你愿意拥抱它，不再用手机、声音、责任填满每一刻，你会发现一个崭新的世界，一个从未真正离开过的地方，你的灵魂之家。这就是第5个原则，拥抱沉默，进入你无法被分割的内在宇宙。
你会在这静默中遇见真正的自己，不被评价、角色、名字所定义的你。那是一切转化的起点，也是与神性连结的真正桥梁。第6个原则，放下你的个人历史，走入当下的自由。卡洛斯·卡斯塔尼达曾说，他有一天突然明白，他不再需要个人历史了。他说，这个决定就像戒酒一样，当他放下它，一切都改变了。当你放下个人故事，最深刻的转变发生了，你不再被故事定义，你不需要再一次又一次重复那些伤痕、那些遗憾、那些失落的剧本，你不再困在我曾经怎样，别人对我做了什么的幻影之中。我们常常抱着自己发生的故事不放，说这些人如何背叛我们，那些年如何错过机会，家庭如何不理解我们，社会如何误解我们。我们把这些伤口当作身份证贴在身上，甚至在心中重播千百次。然后我们问自己，为什么我总是走不出来？为什么快乐如此遥远？但其实正是因为我们还在紧抓着过去的故事，才无法走进当下的平静。我记得有一次在佛罗里达的签书会上，一位来自荷兰的女士走向我，她满眼泪光，声音颤抖地说，她的丈夫在多年婚姻后离开了她，留下她独自抚养4个孩子。她经历了严重的抑郁，体重剧减，甚至萌生过结束生命的念头。她问我怎么走出这一切？我轻声告诉她，放下你的个人过去，不是逃避，不是否认，而是超越。我对她说，过去不是帽子，你不能只把它放在身边不戴上它又不断回头张望，你需要拥抱它，感谢它，然后放下它，因为你已经走到了今天，这就是证据，你足够坚强，已经走过来了。真正的疗愈不是忘记过去，而是不再让过去定义你是谁。就像艾伦·瓦茨曾说的，船的尾波不是推动船的力量，它只是留下的痕迹。我们的过去也是如此，只是留下的痕迹，不是推动你前进或绊倒你的力量。你可以选择不再用父母的语言定义你，不再被过去关系的失败绑住，不再为某个错过的机会折磨自己一生。你不需要再演那出旧剧码，你是自由的，此刻就是开始的时刻。你可以说，是的，这些事情发生过，是的，我曾经痛过，但我选择不再让它掌控我。我现在走在一条新的路上，从此刻起，我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若你觉得无法独自走出来，请记得，寻求帮助是一种勇气，不是软弱。放下个人过去，不是消灭你是谁，而是让你真正开始成为你内心早已知道的自己，那个不受限于故事，不依赖他人认可，自由觉醒的你。让过去的你成为过程，不是监牢，让你的灵魂不再被过去的标签困住。你不再是你的伤，你是穿越伤痛之后依然选择爱与前行的光。第7个原则，转化你的思维，才能超越问题。这个原则来自爱因斯坦的话，你无法用创造问题的同一种思维来解决问题。生活中的问题并不在外界，它们诞生于我们的思维之中。我们的信念、习惯、恐惧与评判编织出种种困境，而这些困境的出口也从来不在原本那条旧思路上。要走出混乱，关键不是找到谁对谁错，而是诚实地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思考？承认自己曾选择了一条不合适的道路，是勇气的展现，不是失败。你不需要责怪谁，也不必羞愧，对自己说，我过去的选择创造了现在的状况，而现在我选择不再延续那些模式了。这样的转变也会深深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。成功关系的秘密不在于修正对方，而在于选择将注意力放在我们爱的部分上，而不是我们想要改变的部分。就像诗人罗伯特·弗罗斯特说的，我们之所以爱，是因为对方的本质，而不是因为他们应该是什么，或曾经是什么。与孩子、伴侣或朋友相处时，我们都可以去看见对方值得欣赏的地方，可能需要一点耐心与觉察，但当你愿意看见，你就会找到。当关系失衡时，不妨问自己，我在想什么？我的注意力在哪里？我们的思维就是能量的方向盘。如果你选择把焦点放在爱、欣赏、感激上，那么即使是在困难的关系中，也有机会开出一朵新的花。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些人，终其一生都不曾在关系中活在仇恨或苦涩里，
他们只选择活在爱中。那不是他们运气好，而是他们学会了转化思维、转化能量、转化自己。第8个原则，对待自己，如同你已经是那个你渴望成为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提前活在你渴望的状态中。你渴望什么样的生活，什么样的自己，你要开始用那个版本的你的方式思考、行动、选择。这不是假装，而是让你的能量与未来对齐。我女儿塞丽娜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有一次，她打电话给我，说她找到了一件梦想中的舞会礼服，唯一想要的那一件，但它的价格远远超出了我原本愿意支付的范围。她在电话里急切地说：“爸，这真的是我唯一想要的。如果我穿不到这件礼服，我对她说，这礼服太贵了，超出我们的预算，我只能补贴一部分，剩下的得靠你自己。”她停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我已经看见自己穿着它了，我已经试穿过了，还拍了照片放在房间里，也让舞会的男伴看过了。我已经在活成那个穿上这件礼服的人。”我听着笑了，说：“既然你已经看到自己穿上它了，那你也要看到自己赚到剩下的钱。”他点头，立刻开始行动。他设计了一份小小的合约，在电脑背景贴满礼服的图片，安排做保姆，帮邻居照顾宠物。最终，他真的筹到所有差额，成功穿上了那件礼服。他不是单纯渴望、祈祷、等待，而是活成那个早已实现梦想的人。这就是这个原则的核心。你要活出你渴望的样子，而不是等着才开始。你内心拥有天才的潜质，只要你相信、看见，并且根据那个画面采取行动。正如爱默生说，任何行动的始祖就是一个念头，先从内在创造，再让现实来追赶你。第9个原则，珍视你的神性。爱默生在自立中曾说，我们应该学会注意那从内心闪现的光芒，因为它比诗人笔下、圣贤眼中的光芒更为耀眼。多数人一旦意识到这光芒来自自己，便迅速否认它，仿佛自己的直觉与洞见不配拥有这样的辉煌。我们在他人的伟大之作中，常常看到那些其实曾在自己心中闪过的想法，只是当初没有相信他们，珍惜他们。等他们从他人之口、他人之笔出现时，才带着一种陌生的威严回到我们面前，而那正是我们曾拒绝的自己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学会珍视自己的神性，不再因为它来自我而贬低它，不再习惯性地将伟大与真理投射到外在权威，而遗忘了你本身就是源头的延伸。你并未与宇宙分离，你的灵魂并未离开神圣。那股流动着生命的力量，让你的心脏跳动，让伤口愈合，让花朵绽放，星辰运行，就在你之内。这不是信仰的问题，而是认知的选择。当你认真对待你心中的灵光，当你愿意相信那最初的悸动，你就在实践活出神性的功课。不要再否认你内在的神圣，别害怕那份光。你不需要透过任何形式去证明你与神的连结，因为你从来未曾分离。第10个原则，避免一切削弱你的想法。每个想法都带着能量，羞耻会让你的身体虚弱，恐惧、焦虑、压力也会让你的心萎缩。当你允许这些削弱性的想法在你心中盘旋，它们就会渐渐消耗你的生命力，无声地瓦解你的信念与创造力。你要做的是练习辨识那些让你变得更小的念头，然后转化它们，转向中性的观察，转向愿意相信、愿意爱、愿意信任。最终，你会抵达那个神性的视角，那是一种全然明白的谦卑与慈悲。你会看到自己与万物一体，与他人无分彼此。有一次，一位来自东北部的女士认出了我，问：“你觉得这里的人怎么样？”我反问她，她回：“城市的人冷漠、急躁、不友善，所以她决定离开。”我对她说：“你会在这里也遇见相似的人。”不久，又有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女士问了同样的问题。我问她对芝加哥的印象，她说那里的人热情、开放、善良，她很怀念那里。我笑着说：“你在这里也会遇见这样的人，因为我们所遇见的世界，正是我们内心的镜像。改变你的想法，就能改变你的世界。每个行动的源头都是思想。你现在的生活是由一连串你所选择的想法所组成。
如果你不满意当下的状态，请问自己，我可以成长吗？而不是直问自己我怎么这样，或这是不是错了。真正强大的动机，不来自匮乏，而来自内在的丰盛。匮乏会让你永远不满，永远在修补我还不够好，我还缺少一些什么。即使达成了目标，你依然觉得这不够。但无限的动机源自于对当下的感恩与臣服。无限的人知道，他们本就完整无缺，他们不需要拥有更多才能感觉富足。你来到这世界时一无所有，离开时也将两手空空。真正属于你的是那份独一无二的光芒，那份你所散发出的存在频率。学会欣赏当下的你，欣赏你所在的位置，这不是乐观或自欺，而是一种深层的智慧与觉察。那些真正幸福的人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环境完美无瑕，而是因为他们的满足来自于内心。他们的态度创造了他们的世界，在你脑海中只保留那些让你变得更强、更轻盈、更真实的念头。让思想为你服务，而不是让他们奴役你。你的意识就是你真正的力量。我分享一个有趣的例子。有一次我在底特律一间教堂演讲，报纸上登了我的广告，介绍我将谈论内在小孩以及如何有效处理关系问题。就在这个广告的正上方，刚好有另一个广告，写着面对脱发无处可藏，还配了一张照片，一个男人头上套着盒子，旁边还有前后对比图。后来的他看起来像是终于得到了满足。那广告的讯息是，脱发是一个问题，如果你不采取行动，它就会持续恶化。那一刻我心想，我可能也得面对一下这个问题了。但我女儿早就帮我转换了这件事的看法。她曾对我说，爸，你不是秃头，只是你的头发比你本人高一点。我很喜欢这个看法，感觉我就像是超越了我的头发。所谓无限的人，就是能完全接受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不会因为任何特质而觉得自己不够好。这个观念非常关键，因为它意味着你掌握自己的生活，你可以选择成为你想要成为的样子，并且明白，生命中的每件事都是祝福，是机会。直到我学会庆祝生命中所有的经历，我才真正能超越它们。山川、河流、鸟儿、河马，全都是完美的。而我们星球上所有的人类创造，都是思想的产物。从麦克风、衣服、鞋子、舞台到摄影机，全都来自思想。这一点非常关键，思想创造了你生活中的一切。你只要改变思想，生活就会改变，甚至变得完美。这就是所谓的创造性视觉化。你对生活的想象，就像心理演练，就像篮球选手在脑中反复练习投篮一样。当你想象自己能够成功，而不是失败；当你开车时，想象能找到停车位，而不是不停抱怨没有位置，你的行动也会跟着改变。就像你的思想是你行为的预演。巴克敏斯特·富勒说过，你大部分的存在是无形的，无法触摸、看见或闻到。那是你背后的觉知，不是细胞，而是一种意识。你已经经历过许多身体，这不一定是轮回，而是你意识的本质。有人问我，你相信轮回吗？我回答说，我曾在底特律市中心的一所初中任教，每天放学时都能看到那些死气沉沉的孩子突然活过来，所以我相信轮回。那么，如果你大部分的本质是无形的，不能触摸，不能感觉，也不能闻到，那你是谁？那你的本质是什么？又去哪了？想想看，你曾经是一个婴儿，身体非常小，手指、脚趾都小小的，那是你的本质吗？我的孩子们长大了，我自己也老了许多。我记得3岁时的自己，身体和现在完全不同。青春期时又长出了毛发，后来这些毛又掉了。我甚至搞不清楚，昨天还在的头发，今天怎么就没了？所以，我的本质经历了很多身体。这个星球上，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不会真正死亡，生命只是转化，进入另一种存在的形式。最高的存在状态是什么？就是你把自己视为爱，只散发爱。